如果你过去修过一些其他的法门，你再结合东华禅用功的方法，包括过去听说的，包括一些闻道的，不管什么方法，它离不开我们身体来修，离不开我们心来修，并不是说你的方法换了，你的身体结构变了。其实过去很多大师他所谓的创造的法门，但他必须符合我们人体这个身体的流程。比如说什么任督二脉三脉七轮12经络你如果不懂这个生理的流程，你随便搞一个法门，要么你修不进去，上不了路。你一旦上路了，走到某一个阶段，它就走不通了，你再走下去就会出问题。所以过去的大修行人都是通达医学的，都是通达这个生命。如果你这个生理医学你不通达，在我们禅修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身体反应，你就会心生恐惧，以为是走火入魔。其实走火入魔哪里那么容易呢？当你真的走火入魔了，那么你的功夫也接近佛了。这个佛和魔只是一念之差，一指之隔。魔的功夫也是相当高的，只是他有的功夫有的境界的，他的起心动念不够阳光，比较有私心，他是为我而修而做的，所以我们就说他是魔。如果你这个人有的禅定功夫，有的本事，有的能力的，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利益这个众生，为他人着想，我们就说就是佛了。其实一个人走火入魔哪里那么容易？我经常说，我出家几十年了，修行这么久了，我还没有真正看上谁这个走火入魔。本身他在修行上，他这个知见就不正确，本身身体就有一些病，所以在修行的某一个阶段，他的这个病在往外释放。那么外行人一看，说他走火入魔了。如果他不修行，他的病一直潜伏在这个地方，没有把它激活，没有分批的释放。有的是已经他本身的这个心理就不正常，比如说神叨叨的，精神有些错乱，想透过这个禅坐恢复身心，其实这种人是不能打坐的。本身他的身心已经错乱了，他怎么再让他打坐呢？像这种人通常有两种途径，一个就是要么念佛，一个要是念佛。二一个在他没有发病的时候你通过这种催眠可以把他过去储存的这个错乱的信息把它给洗掉。其实这个催眠，我们佛教里面虽然没有这个直接催眠这个词语，比如说我们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观想，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冥想、观想，或者说叫做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在我们意识上假设一个对象，这叫做形象思维。无论是观想、冥想还是形象思维，它都是在我们意识这个领域空间里面假设一个对象。所以现在所谓的催眠术，就是传统的冥想、观想。